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示范的是太阳饼。好，那首先呢我们要做的是油皮的部分，然后我们用的是这边有粉料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粉料呢过筛进来盆子里面。我们今天呢就是全部都手工做，纯手工的。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把粉类过筛放在这个盆子里面，那就把其他的食材放进来。好，对，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奶油。还有呢，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把固体的油呢，是用沙拉油的部分，有一部分取代。好，那我们到时候这个放在常温的话，这个皮呢不会太硬。好，然后再把水分加进来。老师现在在示范的是油皮的部分，是一样的。我们这次也是做小包酥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不择手段，把所有的食材在里面揉匀。来，好，那就把用掐的就可以。所以观众朋友呢，家里要是没有机器，其实做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难。而且老师今天的分量一做就可以做12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，现在这个油皮对已经成团了。是。然后观众朋友不用想说什么要出筋，不需要。好，终点就是跟面包最大的不同，它只要揉匀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也是呈现3光的状态。好，我们这边好，你看我们手刚刚整个下去做，就全部都很干净。那会建议观众朋友就是大概把它压平，是，那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整个组织就是没有弹性。好，是，我们要把它再粘回来。好，这样，稍微用这个塑料袋给它盖起来。在家里面也是可以用保鲜膜。那我们同样这个钢盆呢，我们接下来就是来做油酥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现在这边的是低筋面粉。一样把它过筛进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做油酥的话呢，通常粉跟那个大概就是1/2的。对，但是有时候会跟我们用的油脂会有关系。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奶油，其实我们还是蛮喜欢吃奶油。那这很传统，早期的话都是用猪油。对，然后所以有时候甚至用到1:1哦。对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最主要，不管你用任何一种油脂来做太阳饼，你的油皮跟油酥的软硬度最后是要一样的就可以了，才会 match 在一起。对，赶的时候它向前跑，手牵手向前跑的速度才会是一致的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那个运动会的时候，有没有把两人三角对，一起往前跑哈。所以老师刚刚就讲到一个重点，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在包这个油皮油酥的时候，就会碰到一个很卡的情况。就是你在赶的时候发现，油皮怎么都一直往前跑，对，油酥怎么停在原地都不走。没错，那个就是刚刚老师一直强调说，他们两个的这个软硬度呢，它一定要是一样的哈，才能够一起向前赶。对，好，所以你看你这个也很方便。好。那我们刚刚油皮要大概静置15分钟左右都可以。那大概就会这15分钟就有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OK， 那我们这样子油酥也做好了。那油酥呢？因为我们是用 butter， 所以刚做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黏黏的，很黏手。那观众朋友不用太担心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把它撒一点手粉，好，我们把它分割就可以了。好，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油酥的部分已经做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把它平均分成12等份就可以了。好，就先分成3等份，然后呢再分成4等份。嘿，那做油皮油酥类的，都是希望能够像排路队一样把它排好。好，就是说那个顺序很重要啊。比如说你第一个赶它的话呢，你第2个、第3个都要照它的顺序，你不要待会儿再来赶的时候，结果把最后第12个先第1个拿来赶。对，哦，它那个静置的那个时间呢会不一样，会不一样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一块油皮。好，真的叫做油皮，这上面已经很多油。对，好，那观众朋友感觉好像它有点粗糙，没有关系，那我们不要过度的揉捏它。是，好，我们再折个2折。你会发现已经跟刚刚不一样了，它整块是变成比较有弹性，很有弹性。好，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把它用成方形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要先顺横的切3条。好，稍微做一下记号。然后再1半，好，好，这边呢我们再1半，就刚刚呢跟切这个油酥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。大家有帮衬的话呢，每一个大概就是30克，然后这个是15克，好，就把它平均分开来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油皮包油酥的动作了。好，油皮包油酥，我们稍微轻轻压一下，好，
那老师的做法又有点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包起来，尽量就只有让它前面收口，像小笼包这样收口就好，不要把油皮就是抓很多上来这个屁股这边。那像我们现在就是稍微集中，有点看到这个油酥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老师的手法是很轻啊，就是说不过度去搓揉刚刚的油皮。对，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油酥的部分非常安静的放进去，然后口再收起来就好了。因为有时候观众朋友在擀卷这个油皮油酥的时候，很容易这个油酥要是太软就会破掉了。对，那破掉就是来自于呢，其实我们一直要把它这个上面薄一点，下面厚一点，你越卷它就是都不会破。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皮过多都收在这个里面，所以你会可想而知，你擀开了以后它会卷在里面，厚的永远卷在里面，然后呢薄的就一直出来，然后就一直破。要按照顺序哈。对，然后呢我们按照顺序就是先把那个收口刚在上面的压下去，朝上哦哈，对，不要说把它往下就。对，如果你酥层要吃很多的，喜欢层次比较多的，那你就可以擀到跟你的手掌一样长，就是擀长一点，大概15公分吧。对，那我比较喜欢就是擀在差不多手掌长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卷起来，是由上往下，对，就卷起来，然后把这个有点收尾的地方朝上再压下去，然后再擀开来，好，那擀的比刚刚还要长，好，可以看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说，这边有点破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全部都会卷进来，好，卷进来以后，老师会做一个动作，把它中间压下去，是，这边把它拎起来，像一个小皮包，啊，待会这个漂亮的面就是我们产品的表面，然后我会让它这样站着。好，观众朋友看清楚了吗？没看清楚的没关系，因为有12颗哦。好，老师现在耍酷了哦。那就是把它可以同时，对，一次2颗。对，我现在都是3颗到4颗，就是看擀面棍的长度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先稍微压一下。是。那观众朋友就是做这个不能吃太饱的时候做，好，就是免得把它力气太大了。对，通常都是第一下下去就变1个变2颗了，那这做一做，你中间放下去的手势要轻，头尾再用力，好，不然中间就会特别有一个凹下去，对，那个地方也很容易就破掉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子，按下去，捏起来，两边捏起来，然后让它站起来。那永远记得哦，就是第一个来擀的那个顺序哈，一定要排的。好，你看我们刚刚收口起来，可能就觉得好像会有点破酥，这边会有点这样破，是，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你看它这边比较厚的就会卷在外面，好，就是刚刚老师为什么说收尾的地方，哈，大概收一下没关系。我们一样的把它擀开来，好，压下去，捏起来。4颗放在一起，一次这样子下去，你可能会觉得它们都会粘在一起。是，不会，因为它们很油，对，是。好，所以你可以中间一起往前走。你看，大家非常同心协力，你看，对，那你就是一样再把它卷起来，所以它靠在一起的地方，事实上是不会粘住的。对，很有趣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油皮的部分，那我们把它先换方向哈，是。然后因为我们这边要做内馅的部分，反方向，所以我们待会会从这一排开始使用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就要把它一样要盖起来，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。好，因为我们一次就做了2次的擀卷，所以它现在比较那个，对，它筋性比较紧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让它在这边放松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做内馅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制造这个内馅的部分，就是我们2个最爱吃的内馅哈，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把把所有的粉类都过筛进来，好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塞在这个盆子里面。待会我们会有点像在做龙须糖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好。那因为今天是要拍照要录影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把所有的食材呢都分开称。好，那如果观众朋友呢在家里面在做的时候，可以把所有的粉料，然后称在一起过筛，然后过筛完了再去称麦芽。那你的麦芽你就可以把这个粉锅放在磅秤上归零，然后麦芽就直接称在这个粉堆里。如果你是直接称在里面，就不会有损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样在这里面呢，你就不要加其他食材，在这里面粉类就把它拉丝。要拉丝哦。对，因为待会你的麦芽会分布比较均匀，然后也比较不会成块。
这个就是所谓的常常食谱上面写的小撇步啦。把它拉散，对，然后就借由粉，感觉就像龙须糖那样一丝一丝的，对，你就把借由粉料，让我们的麦芽平均展开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顺便你看你的手上的麦芽那一坨也是全部都会下来，好，那你把它弄成一丝一丝，越多丝你待会跟其他的食材拌的话呢是越方便，好，就把它捏一丝一丝这样，一直把它捏开来，散散的，好 ，OK。就把它这样抓着，这样松松的就可以，然后就把剩下的食材，我们就把它再倒进来。这个一点点的是，对，全部倒了，对，全部倒在中间。好，那一样再把它揉在一块。那如果你想要蜂蜜口味啊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点蜂蜜。也可以加一点蜂蜜哦。对，那个香气会很特别，对啊，因为基本上麦芽糖，说真的，一点点这样麦芽糖是吃不到那个真正麦芽的香气啦。那如果加一点蜂蜜的话，是真的非常的搭。对，好，你可以看我们是不是有感觉有点像油酥的感觉？对，已经像油酥。那一样呢，到这个程度，我以上都会习惯用手这样压，把它压薄，然后让底下没有沾到，也是要扇光了哈。对，也是扇光。好，那最好你做出来的这块馅料，也跟你刚刚油皮油酥的软硬度是一致。然后待会在擀卷包在里面的过程当中呢，也比较能够分布均匀。那这种同心协力呢，就会成就呢一个非常可口的这个太阳饼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样子就看也都是又变成。这个需要静置吗？这个不需要用吧？哈，对，不需要。好，那我们一样这一块。我们还是一样把它分成我们12等份。那如果觉得会有点粘黏，我们就手粉可以用一点点手粉上下拍一下，对，然后其实就很容易成型。然后我们一样再把它切成3等份。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有大有小哦，再来这样一半，再一半。再一半，好，那如果觉得比较大的，我们就把它放在小一点的这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真正的要3合1了哈。对，那观众朋友有可以注意到哈，就是我这样压开，其实就差不多可以包进这个内馅。好，那内馅是也不用照顺序，无所谓。好，把虎口把它压进去。对，不要擀啦。对，重点就是不能擀。好，稍微收尾一下，转一下，然后像个肚脐一样把它压回去。那我们把它正上方。上下、左右，其实它就会变成圆形了。是，然后再朝上，好，收口朝上的话，做出来的太阳饼比较不会包馅。啊，是哦。朝下的就会比较容易包馅。不用，又差点忘记，这个擀面棍还是放远一点好了。好，长就让我不小心又把它抓回来。老师以为今天要来上带方式，没有，我就是想说今天其实可以不用带擀面棍。然后我是想说一定要让同学知道。观众朋友知道说，如果你用擀面棍，常常就是容易你的下场，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？对，然后就放在旁边，都不自觉就要想把它拿过来用。好，擀面棍我来保管。没有啦，等一下还是要把它擀开来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摆4个这样，一排摆4个。这个先拿开，这个要啦。没有了，这边还不用。这边才不用了，老师，我已经有错乱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放进来，把它往下压。压低于我们的虎口，然后慢慢把虎口这样捏起来，你就会发现你会很平均的把这个皮左右边整圈，然后边用边转，然后虎口夹紧，然后再把它扭一下压下去。这个时候，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擀开来。就是擀十字上下，然后左右这样，比较容易擀成正圆。OK， 好，它们中间也要有一点点距离啦。这个的话还好，不会膨得很大。我们讲这个油皮油酥的，而且我们做成扁的，它其实烤的时候会缩小，反而会缩小哦。对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，不用像我们做饼干一样啊，就是说中间呢保持距离呢才有美感哦。我们这个不需要，因为它反而会缩小，而且它皮本身也蛮油的哈。对，好，上下，然后再左右，好，OK。
我们现在全部都擀好了，好，看到我们的收口都朝上。如果观众朋友呢都已经擀好了以后，最好还是再拿塑胶袋盖起来。哦，是哦，对，然后拿塑胶袋盖起来，差不多1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进炉去烤。然后因为它是扁扁的、薄薄的，那我们就是用高温短时间的方式去烤它。所以我们用200度，上下火都一样，然后先烤个10分钟，再掉头一下，然后把它烤熟。一定要掉头哦，尤其我们普通家用的烤箱啊，可能那个炉温都不是那么的平均。对，好，所以老师说，烤了10分钟之后呢，要掉头。对，掉头一下。这个是老师呢事先就已经做好的成品，怎么样？看了有没有？流口水，对，很漂亮哈，对，超漂亮的。好，那这边就有我一个要讲解的了。如果观众朋友呢没有稍微静置一下，然后就马上把它放进去烤，你会看到这个旁边是不是跟我们其他的不太一样？把它拿出来，旁边是不是有这种皱皱的感觉？好像那个蓬蓬裙。对，然后你会发现呢，就会这样子皱皱的。好，所以像这个呢，就是都有充分的静置，所以它旁边就不会有这个皱褶。对，而且有皱褶，它有一个问题，老师摸起来比较硬那是在口感上面吃下去就是对比较不一样，有那种硬边的感觉，没有那种整个那个皮会这样子，好像一片一片的掉屑的感觉。对，像这旁边也是会有收缩，然后收缩的也就容易爆馅。如果你看到你的糖那个饼的底下有这样子一个糖跑出来，也 OK。也 OK， 对对对，这一块就特别脆，但是你就会把它扒下来先吃掉。对，你怎么跟我一样？我们两个居然做一样的动作。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流出来太多。是，好，那你一点点还可以接受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底朝下的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上的比较深，所以底朝下就是比较容易爆馅。好，那就跟观众朋友稍微提点一下。这是错误示范，但是一定要让您知道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在做的时候呢，就会降低你的失败率哦。